们现在终于逃离宿舍，然后跑来饭店。这个饭店逃离，宿舍跑，对，不好，就是住好几天。我们就换个口味，我们想说我们可以住宿务市区的饭店，然后体验一下附近的文化。因为我们原本在马坦岛嘛，马坦岛到宿务市区它会塞车，所以大概我们过来花了快1个小时才到这里，所以其实有点远。来，先让大家看一下里面好了，我觉得我订的也是不错的呢。这是家庭套房，进来就是厕所2间，还分离式。然后这边呢就是一个，这算什么 king size 还 queen size？ 我觉得 king size 的巨大的床。今天有人要睡在这里，今天坏的人要睡在这里，坏的人就会人。表现不好的人要睡在这里，另外一个人在这里睡觉了。哎，那这样我3张床啊，这个睡这里。好，哎，我睡大。大家给这间几分呢？我订的房间还不错吧？而且有个大镜子，不错。我给你8分。但是我们开大镜子，你前面做一些坏坏的事情，所以8分。还睡，起床。那我们现在要去市区吗？对，看古迹。今天是古迹行程。我们第一间到的叫做叶氏古宅，他讲说是一个中国商人姓叶，然后可能是经商的关系，所以跑来这边。对，不是夜市的夜市。对，不是那个叶氏，叶的姓是姓叶。然后另外一方面很有趣的，它好像300多年。我觉得听完刚刚那一串，很像在做我的听力测验。来，我考你哦。你要考。反正他说这个房子呢是1695年，1679，是吗？有300多年1679，好呀，反正这房子呢是1679年，然后大概那时候建成。然后他总之呢，他是一个叶姓商人，他现在传到几个世代？11个。嗯，对。然后嘞，还有什么问题？那这个是他们对，然后他要讲一个重点，就是说他们现在每天这个屋主还是就继续使用，每周都会来度过周末在这个房子里面。那现在是周末吗？对啊，所以他们会来。他说他们每周都会来。因为他们不希望这个老旧的房子被抛弃，遗弃掉。然后呢，那边墙上有一个照片，是经过了非常多次的地震啊，还有台风等等，到现在都没有坏掉，蛮神奇。然后另外一方面，他要讲一个很大的一个重点，就这个房子90%都是原始，就是原来的那些东西。你像比如说木头啊，就是没有被修补过啊，都没有坏掉过。就像他说楼梯什么那些都是。所以等下带大家绕看看里面有什么东西，我觉得蛮有趣。因为他说这个算是菲律宾最老的房子之一，然后如果是以中国人来讲，可能是最老的。他们还有讲到一个说，他们所有里面的这些收集的物品都是这个几个世代的人慢慢累积起来的。对，它是大家看这地板是石子地板，好特别。而且是因为圣诞节关系吗？它超多圣诞元素的，还是宗教关系？这里还有圣婴哎，圣婴。这菲律宾的圣婴。没有，我说圣婴这里。我这么喜欢收集基督相关的东西，好特别哦。他们收集的东西也太特别了吧？有现代的电视，太现代了。Hello。还有木头做的洗手台。哇，好特别哦。啊，水就直接滴下去对啊，下面，一桶水倒下来这样。来考你啊，623加750，先给你算个账。623加750，再加1069，再加77，再加1069，再加9999，再加1077，然后嘞？多少？我以前小时候学过心算，然后学校就放弃。他看起来就是，他看起来数学就很烂。算盘超难拨的，我数学在国中很强。现在是出社会了，我数学一定比你高。什么黄色的玻璃？哦，他跟大家再解释一下，因为怕大家担心，他是说里面的东西都是可以碰的，只要你自己不要受伤就好。可以摸。对，他跟他解释的时候讲，这看起来像主人家一样，坐在这里这样。这2楼房间大概长的样子，绕一圈给大家看一下，很多细节，有点太多了。这什么椅子啊？好特别哦。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子的。不是吧？是让它扶起来吧？应该站起来怎么样？是吗？
是真的这样子。你也不会为了生小孩？这楼梯超级无敌斜的，下去要小心，不要摔倒。哎、这雕像蛮有张力的，从这个角度看。然后我觉得他那个武器，或是他如果真的哪天火起来的话，会把人打死，很可怕。是巨人哎、今天天气真的蛮热的、啊，这天气不好，太热了。可是这种没有下雨。我们现在去看麦哲伦十字架，就是类似圣物的东西。哇哦！我们误入他们的传统市集，这算市集吗？市场。它有服装仪容限制哦，大家知道、来到天主教的国家，你进去那些教堂什么都有服装仪容上的限制，要特别注意。这里面看起来很有一个神圣感。这边就是宿务的最算知名景点之一吧，圣婴大教堂。来这边人都会来这个教堂。对，可是最重要是为什么这里天主教那么发达呢？因为刚开始西班牙人第一个停留的站点就是这里，所以这边变一个很重要的天主教圣地。对，真是一堆神像。对，这不是神像，这叫圣人。圣人。后面满满的圣人雕像。你看上面还有亚当跟夏娃。然后你要知道，西方文明世界几乎都是建筑在这些耶稣历史的上面，没办法，所以一定要学这些东西。信仰是一个很强大的力量。对啊，所以宗教是一个很强大的力量，很惊人。这里真的有欧洲氛围，好像欧洲的花园，对不对？嗯，还不错。你看这里就有拍一些它的事情。现在我们去看第二个圣物，然后我先让大家看一下这些画，因为这些画就是天主教来到菲律宾的时候在传道的一些故事，这样。大家来宿务会看到这种很小的这种雕像，这就是宿务的圣婴，也是以前发现的圣物，所以他把它做成很多小吊饰雕像放在这里。好，我们要离开圣婴教堂了，我带你们去看第二个圣物——麦哲伦十字架。OK。好的，各位小朋友，我们现在到了第二个著名景点——麦哲伦十字架。没错，这里吗？就这里，这样而已，就这样而已。在哪里？是在哪里？来，进去看。这个感觉蛮新的啊。这新的，这新的。那十字架在哪里？这应该不是他之前那个十字架，应该是放在里面，还是哪个神龛里面或什么？他们两个看完有点傻眼，觉得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好，感觉是很新的东西。来，我跟你解释一下这个故事怎么样？为什么这个十字架如此重要呢？就是象征了西方世界的教会，天主教会第一次进入菲律宾这个地区，所以是非常重要的第一根十字架。对 ，cross， 对，它是直接搬来这里啊？为什么不在那边刻一个就好？因为代表说你把那个宗教从那边搬欧洲转过来啊，对啊。然后另外一部分，你知道麦哲伦是谁吗？就是绕世界一周的人。对，可是你这个讲法不精确，因为麦哲伦呢没有绕世界一周，真正没有真正绕他世界一周是他的船员，因为麦哲伦先从西边一直走往西走，绕过对，绕过南美洲，然后绕过南美洲之后呢，他就是觉得，因为他一直觉得那边有太平洋，所以就到了太平洋，真正到了太平洋之后呢，他就在菲律宾这个地方被当地的土著，就是宿务这个地方干掉，他就死了，他就挂了，他就死在，所以他死在宿务。他死在哪里？我不知道死在哪里，可他就死在宿务，好可怜。对，所以另外一方面呢，是他的船员最后开船开回了西班牙。现在我们来到最后一个菲律宾的历史景点，不是菲律宾啊，宿务的历史景点。对，对，也算是菲律宾。对啊，圣佩特罗堡。然后以前以前是西班牙人在抵御来自南方的侵略者的城堡。它车厢超高的，对，大概4到5公尺。那旁边还有炮台。可它是军事，对，因为它是军事用。可是现在完全变成博物馆。大家看这城墙上也是有一个小圣婴。
城门后面长这样。他们有讲说这里面是一个三角形的碉堡。这什么？碉堡，三角形。我往城墙上走。今天帮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穿搭。我是小花，黑米色跟咖啡。baby， 你要打炮？打炮的地方。发射。是要射自己吗？这个方向？这是以城内。没有，是防御这边啊，可以防御这里啊。哦，这个门口。对啊，门口啊。打到门口啊。对。我只能说这个地方真的太像防御设施了，就什么东西都没有，一场空的感觉。就只剩下一些碉堡遗迹而已。可是内容物其实没有所剩无几。里面有什么？很闷欸，而且它里面的洞超级小的，根本不知道能不能打到人，超小的，这样才不会被打到。肚子现在肚子好饿，我也是好饿。我们来一间台湾人在宿务开的火锅店，可以来这边重温一下台湾味，因为我们可能在这边一个月，所以可能很少吃到台湾的食物。那他们炒过？对啊，哎呀，炒过我觉得还蛮像台湾的那个石头火锅，好棒哦！菜都上齐了，来大家下菜喽！简大厨请下菜，菜助手请帮忙。好，感谢老板还请我们吃饭，然后对，然后如果大家在这边想要吃台湾料理的话，可以来一下，因为我觉得这边算是很接近台湾本地的特色吧。对，如果你住在宿务的话，真的可以来这边回味一下台湾味。好，走吧。还是要回味一下就来这边吃。对。我们来做我们的生日蛋糕。我们今天这次主题是巴斯克蛋糕。那我要吃一个爱心口味的，我要放很多爱在里面。好，你拿准备好。好，那等下先去买材料。准备你干嘛站起来？用我的爱心做。你要去准备一下吗？准备一下才会有吗？好，你去厕所准备一下。baby，你去厕所准备。